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劳动部一个员工之死，造成了现在整个民怨炸锅。那当然你也看到过程当中，那不管是劳动部对于第一次的调查报告，那在昨天也告诉你要重启调查，所有的东西要重启调查，到底真相是什么，一定还给家属一个公道。行政院长卓荣泰出面道歉，而且除了记两大过，就是包括像譬如谢宜荣要记两大过，要免职这些以外，然后说马上送检调去调查有没有任何司法的责任。连到了昨天傍晚的时候，连总统赖清德都在脸书上面公开道歉，然后说要导正所有一切不应该的一切的事情。好，成绩拉到连总统都道歉，但你万万想不到，是在赖清德总统在脸书道歉完以后，大概过了个把小时以后吧，突然之间大家都接到了第一个谢宜荣的道歉。道歉有3点，待会来宾会跟大家大概讲一下。第二个，委请律师发了一封函，那里头把最近的一些的过程点点滴滴的写出来，那一段出来又引起另外一段的炸锅，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为什么在这时候会出现像这样的一封函呢？好，不过一开始一定让观众朋友你要看一下，你一定要听听看，就是在整件事情发生以后，包括在处理的时候，到底态度是什么样？死者为大。但是现在看到回头去看当时的一些态度，包括告诉大家不要去渲染，不要去传所有的一些有没有霸凌的这些，到底当时什么一个状况？让你听听看。来，我不允许大家在以讹传讹、内部讨论，甚至是对外，我绝对不允许。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做得到吗？做得到。我听到署长告诉我说，有2个立委知道的事情。是北分署承揽的人力对外去说的，我非常非常的愤怒，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北分署所有的同仁，所以我不允许大家在外面跟我说嘴，说什么职场霸凌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不是事实。对于还在资讯小组工作的同仁来讲，或者他的直属长官，情何以堪？本来今天下午家属跟葬仪社的人。今天下午本来要到咨询小组去做召回的动作，结果葬仪社的人里面有一个通灵的人，在台北医院的往生室跟对话，非常非常的平和安详。医生。是我讲，昨天其实当陈吉拉到行政院长出来道歉，然后严厉的处分这些以后，当赖清德总统在脸书道歉以后，那有很多人在感受到说，政府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了解到所谓的民默跟民怨这一块，那要做相关的这些处理？但是你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收到这份，我相信昨天晚上大家看到，大家感觉大家都是一样。先你看到了一个就是公开道歉的声明 ，OK， 好3点，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份就是委托律师发了一个声明。洋洋洒洒5大页，是12点。你看完以后什么感觉？道歉1页啊，律师声明5页，就知道他是假道歉啊，真应变。为什么要找律师就要应变呢？他知道接下来会面对很多的司法的问题，所以他躲在律师后面嘛。他比总统还大总统先道歉，他才道歉呢，而且道歉还是一个假的道歉。重点来了，12点声明真的有要负责吗？先说这1页的，他第1点就说啊，我承担责任。第2点就说死者的所谓的亲生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他写了4点原因，这4点原因跟我本人是没有关系的，他的亲生跟我没有关系，真的是如此吗？最后1点他说，他跟所有的同仁，因为在事后的种种的事情，有些东西不是我说的，但是如果大家感受到相关的一些所谓的霸凌的事情，他愿意深刻的道歉。而这12点律师的声明更过分了，我直接讲，就是说，他说啊，他完全负责，但是他说他完全负责，又说他非直接长官，这2句话不是矛盾吗？如果你非直接长官，你怎么完全负责？所以他重点在于他不是直接的长官，所以他的亲生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上面有很多的长官，所以我非直接长官嘛。另外他说我完全配合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整份报
报告的调查报告都叫做官官相卫嘛，所有的调查报告的成员都跟谢宜容是有关系的嘛，大家怎么可以信服这份报告？而且这份报告到最后都变成谢宜容在法庭上面，或者是未来在法庭上面，或者是他的声明稿、律师的用词里面，都大量的用了这份报告的用词嘛。也就是说，他这份调查报告，劳动部的这份调查报告，已经变成谢宜容的遮羞布嘛，变成他说法的一部分嘛。另外，他针对外界的不实攻击啊，包含所谓的一堆大家对所谓的白布啊，或者是说这些事情，他对于这些事情，他说这是不实的攻击，而这些不实的攻击，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内容包含刚才播出的，都是你自己的记录、自己的声音，所谓内部人员爆料出来的东西，大家提出来攻击，就说这件事情好了，这也是所谓最近大家提出来爆料，就不要说到底你有没有盖白布，有没有推轮椅这件事情，大家对于死者为大的观念，你到底有没有重视你这个员工已经轻生的员工？先不就说责任到底是不是你，对于一个你的同事，如果轻生了，如果在过往了，你应该怎么对待嘛？他本来啊，11月11号礼拜一的晚上，他要办一个叫平安净煞法会，这是标准的。如果我们有死者，我们要办一个法会，找法师来帮他祭亡灵嘛，这些是我们民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竟然啊，以说请不到法师的理由，把它变成是平安祈福法会。为什么？一样的道理嘛。他盖白布推轮椅的目的是不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的分署里面发生了一个轻生事件嘛。他改成平安法会的目的也是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这里面有一个人轻生了嘛。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公务人员之后，你谢宜容还在不断的掩饰。从这件事情就知道你对死者到底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嘛。所以啊，整个他既然请了律师，我都说司法院整个行政院应该要硬起来。人家找了律师，除了司法的问题检调要介入之外，主要跟你打行政官司啊！你的劳动部的报告说我没错啊，你为什么可以帮我记2次大过？你为什么要给我免职？未来打行政官司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劳动部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你们了，虽然说你们的内部的报告也没有人会信了，但是一定要退回报告，重启调查。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变成是谢宜容的遮羞布，谢宜容未来在法庭上面也好，行政法院上面也好，他的一个证据咯，而且是你劳动部自己出具的报告。如果不退回去，他未来用这份报告来解释自己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话，你劳动部一点声音都没有。现在不是要重启调查吗？所以一定要重启调查，所以包含监察院也要介入。监察院介入不只是所谓的有没有霸凌事件，而是这整个调查过程里面到底有没有官官相卫？这个是监察院要去介入。你整个事件发生之后，你到底劳动部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调查报告嘛？而这个调查报告如果有所谓的官官相卫的形式，监察院难道不应该弹劾吗？最后才回到检调的问题嘛？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刑法上面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个检调不能轻放这个所谓我们至少认为是他因为职场的霸凌害了一个公务人员。就这样过往。OK， 整件事情如果要是把它真正的把它细分的话，大概可以第一个，这位谢分组长在过程当中有没有霸凌员工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很遗憾，一个员工之死，然后你看到这位员工，那他在过程当中，那真是个血汗工厂的感觉。好，那这个死因跟所谓的霸凌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好，再接下来，当人走了以后，我们台人讲死者为大，那走了以后的所有的处理过程。到底会是怎么样？所谓的有没有盖白布，有没有所有这些是有还是没有？有没有人下令怎么处理这些？还是有人要暗砍什么事情？这是一块。接下来就是整个事情到整个舆论社会炸锅以后，不管是劳动部的那个目的良善的报告，或是后面这些，接下来呢？接下来那到底为什么会是到现在余波荡漾一路下来的结果？好，那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小玉，第一个，昨天晚上，媒体应该是大概很快就拿到了。包括道歉书，包括律师函，类似像这些。对，你第一个看到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跑所有的公共机关跑了这么久，你的想法是什么？第二个，这整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出来，我就讲，因为在劳动部，所以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血汗工厂的一些问题，甚或造一个员工之死，像这样一些事，所以我看一中在他脸上有人跑到劳动部去贴，说我只想要好好活着。
真的，我觉得看到这个纸条哈，真的觉得很悲愤啊哈。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部这下面有一张那个黄色的小纸条，上面写的说：“我是公务员哦，我只想好好的活着。”曾几何时啊，好好活着变成是一个很卑微的请求，这不是这个基本的人权吗？就公务员竟然贴这样子的一个纸条，我觉得看了真的很让人家心酸啊哈。那更不用讲，今天哦还有人在这个劳动部这边哦有送这个花，但是下面呢非常非常讽刺，就写的利益良善或是目的良善，其实这个就是暗讽劳动部的那个报告嘛。你既然写说他这个目的良善、利益良善，那当然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去抗议了哈，包括时代力量他这也跑去抗议反霸凌要真相哈。那就是说大家对于劳动部你何佩珊第一时间出来讲的那个报告。而且第一时间你没有把它停职哦，你只是想把它调职而已哦。当时看起来是想要息事宁人，大家是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第一时间你没有把它停职哦，你只是想把它调职而已哦。当时看起来是想要息事宁人，大家是不能够接受的，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最扯的是说，那个何佩珊她这个一开始早上的时候还想说是说先把它调职嘛，那。我当时就听到很多人讲说，哇，把他调职，那调到别的部门的人，对那个部门不是更衰吗？每个都皮皮穿吗？你别的部门踢过来，哇塞，那换到我变成我要被霸凌了。而且到下午的时候何佩珊就突然改口，就说呢，这个要把这个谢宜容啊，把他记2大过，把他免职。那时候是1点的时候哦，1点的时候他说要把他记2大过免职，然后他说4点的时候才要开考机会。你知道当时记者，因为那个全部都有录音，那录音我们都有听。然后那个记者，我们在听那录音带的时候，记者还问那个何佩珊讲说：“那个部长你要确定呢？对，你要确定你是4点。”他说你那时候应该是开完考纪会以后，对，再来宣布，就他是1点的时候已经先宣布说要把他记2大过，然后把他免职。对，然后你4点才要开考机会，所以记者还好心的提醒他说：“你这样是不合程序的。”那果不其然，你看今天前天上午的时候，那个何佩珊不是讲说还只是说没有把他说他没有权利要把他停职，那突然你又可以有权利把他停职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更不用讲说，你看那他发的这个声明嘛，那这个明明白白的哈，你看他的道歉声明，第一点啊是有针对他的这个行事领导风格，包括什么咆哮啦、摔公文啊、用赖啦这种不当的指挥，他道歉。但是呢，他后面的第2点写更多，他第2点的部分是要讲说，这个吴姓的资讯工程师之死跟他的领导风格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第3点他当然是有坦诚说他后续的处置，包括因为录音档都有了嘛，就包括说什么通灵啊这件事情，他认为他处置不当，他道歉。所以他道歉只有对他的领导风格跟他的这个跟他的这个事后处置不当，他道歉。但是对于这个吴姓工程师的这个死亡跟他的领导风格，他是整个切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合理大胆的推论啊，就说未来他一定会对于这个他2大过被免职这件事情，他会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这个是对他的未来退休金啊、奖金啊这些救济他一定要的嘛。第2个，今天最新消息嘛，包括检调也介入了嘛，把它列为这个他自然来进行侦查，所以这个也会。当然我不知道说未来检调会不会就是说把它列为什么业务过失致死，这个不晓得啦哈。但是未来在法律上的攻防，这个也是对他来讲，这个算是有一个有利的证据嘛。所以刚刚医生也讲到啊，这个律师的声明哇5页，我们昨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5页，第一时间大家就想说，他有没有说要告媒体啊？因为昨天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嘛，包括把他的一些这个作为啊，作为这个把他形容，包括还有一些爆料啊什么的，就说他这个把他形容叫地狱般的工作环境。就说他要面商，他很喜欢找人家来面商啊，一不如意的话就把你找来面商，而且面商是只有你等他，不能他等你。如果说他要面商你，他门一打开，他上一个面商完，如果你门一打开你没有进去的话，他马上公然咆哮你。那甚至有一个公务员，他是因为电子的这个公文年份写错，他竟然把这个上到长官下到技正10几个人从副主管一直到基正10几个人都叫进那个办公室排站，在那边罚站，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公然就是在骂这些人，然后所以公务员他们心里，我记得那个人投诉他是讲说可笑又可悲，所以诸如此类啦哈。那我必须讲，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就讲说，哇，那当然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这次民怨会整个烧起来，要烧起来嘛？因为是现在整个民怨沸腾，大家开始舆论啊，华人已死了1个人那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话，看起来你是想要官官相护，你是只是想要把他调职处分，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人家说是洪仲丘2.0啊，我觉得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啦。小雨，请问一下，你跟杨明2个人因为在跑线还知道所有相关的一些东西，请问一下。有没有盖白布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你们2个人各自知道一些资讯，因为他在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哦。他在这里面讲说那是以讹传讹，OK？ 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我们刚刚这个有跟记者，然后这个博弈这边他也问了消防局，这个大家都有求证啦。确实，这个应该看起来是没有盖白布啦，因为那个人的这个吴姓的员工，他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了哈，因为他是轻生的时候发现的时候，他这个家属啦，应该是家属啦，他认为说他这个体温尚有余温，所以的这个消防局这边是说是。有人要求，那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应该是家属要求，希望是还可以再尽一点努力努力，所以后来是没有把它盖白布的。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坐电梯因为后来是因为有那个一个躺椅那个担架坐式担架坐式担架了哈。那照理说坐式担架，因为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庞大嘛，你一般的电梯是进不去的嘛，所以要把它进到这个货梯。可是货梯呢，你通常是这个主管做的，你要有特定的卡，它是有管制的，所以他当时要去进到那个货梯的时候，那边那个分属的部分是说不行，因为你要有长官，就是长官不同意，所以后来他们才把它改到变成一般民众坐的这个电梯，那把它立起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连这个处置，你连对这个死者这个大体都不敬的状况之下，但是回过头来又讲说，有消息是说，因为是家属要求，希望还能够尽一份努力啦，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说法。我有问过警校相关的一些，我问他们了解一下，就说他们当然不会讲得很细，他们主要重点就说是有人要求，本来他们照 SOP 规定是他们现场看就已经知道已经走了啦，这一看就知道走了，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照规定要上白布，然后把他带走，把大体带走，但是现场就是有人觉得不要这样做，那整个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在某一些电梯是会让人家不舒服的等等，所以最后才会在上面的要求之下没有盖白布，然后最后走了后面的电梯下来，然后把他带走。因为博弈你跟小玉刚才讲那个，你知道家属要求跟没错，有人要求对天差地别，没错，那个天差地别，这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要，那劳动部现在既然要重启调查，对这件事情一定要讲清楚这一块，对，因为好，我觉得大家都会尊重，如果是家属，大家都尊重家属说的一些想法。如果不是家属，如果是有人在这时候做这样一些要求，停飞。那就可恶了吧！如果在这种时候，我说台湾人多敦厚，所有的事情死者为大，一定都是这样。哪有告诉我电梯长官能做的，在这种时候还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我刚刚讲，从道歉文开始到律师函，是总统道歉完以后，你崩的一个这个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这个道歉文就是逼着不做不行。就是说，行政院长道歉了。总统道歉了，然后当事者居然没有任何的一些说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案子会被炸锅，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整个事件发生，大家开始在质疑这个分署长的时候，分署长完全隐身，然后完全去哪里不知道。再来就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居然也没有看到分署长的踪影，完全就是部长，跟署长，然后面对外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夯不隆咚拿了一份行政调查报告，可是这个行政调查报告，光所有民众看到这份资料，就举出很多的质疑点，那你这些。你已经拖延了，在事情发生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做了很好的处置，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在处置这么重要所谓死者为大，或是有人轻生，或是有人霸凌这样的事件，职场霸凌你又是劳动部你应该是更快速。当你们在说劳工职场霸凌来处理，你在调解别人的时候。你今天对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处理？你反而是把时间拖，
然后呢拖了之后又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那不会炸锅才怪。为什么你今天大家已经在前面说，这个行政调查的里面所有的成员都跟你分署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份行政报告。然后你又叫律师再把这样子大家在质疑的部分，好像再压上去说，对哦，这个行政报告就是，那你不是就是提油救火吗？你不就是这样？大家已经在那边纠结不清楚了。可是他没有在乎提油救火的感觉。他没有。对啊。他为了是因为他已经被2个大过免职了。他今天就是压住了，我一定要追求我自己最后的一些我的权利义务嘛。因为免职是什么都没了。他这些就是为了以后要打行政诉讼的嘛，绝对嘛。否则他不会写了。你真的仔细看这12点声明里面就说。都不是，你看行政报告就已经写了，就不是。好，大家不要再问。所以，我跟媒体说哦，你要再去做报告，或是有一些报道的时候，你应该要把它撤除掉哦。这都不是哦，行政报告已经这样写了，你这样都已经以讹传讹了哦，都不是喽。所以，我认为今天为什么这么第一时间可以处理好的事情，劳动部会变成是炸锅？让一个行政院院长要出来道歉，一个总统要出来道歉，这已经看到了，在整个劳动部的 SOP 已经乱的套了。所以重启调查一定要，可是重启调查你要对外说这个调查的人员是谁，这调查小组人会不会你调查出来之后又说这些小组的成员跟谢荣有关系，然后又很多的罗生门出来了。我觉得你就是一次到位，一次说清楚讲明白，然后面对外界的质疑不要遮遮掩掩。然后面对外界的质疑不要遮遮掩掩，真的不要，你要越遮，我相信问题会越大。所以今天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一件在劳动部被霸凌的事件而造成轻生这样的事件已经那么清楚了，你可以处理到好像因为要掩饰某些事情而导致后面那个火越烧越旺，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已经搞的所有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霸凌事件或是轻生事件，而是劳动部它内部整个管控已经出现问题。秦飞刚其实在自己行间也点出了另外一个重点，是真的有想要官官相卫去暗砍什么事吗？这个人连今天的那个劳发署长蔡孟良被问到他是怎么可以跳过这么多该坐的位置，然后就直接升副署长，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因为结论是这一段，他没有任何经验，为什么破格空降分署长？沉默不答，我会自我检讨反省。秦飞刚才自己行间那段，明明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还给这个员工一个公道，还给家属一个公道，把真相还给整个社会，结束。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所以就有人开始往前去爬书，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结果问了以后的结果是，我会自我检讨反省，这没有答案啊，还是没有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第一个，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子，连问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这个答案？第二个，这件事情会引起另外一个炸锅是，大家都知道劳工全中华民国大概劳工是最多了，大概1000多万的劳工。那当然你说有劳退金的，有什么有登记的或什么，这另外来看。但这么数量庞大，而且在劳动部，就是劳工的守护神，不是吗？先讲一下啦，谢宜仁的风评啊，可以说远近驰名啊。不只是劳动部大家传得沸沸扬扬。今天我跟相关单位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台北市劳动局说，他们都听过也知道谢宜仁的状况很糟。他的状况很糟，对，就是他的领导的状况风评很糟。我说为什么你们会知道啊？他说因为今年就有新进同仁啊，是从劳动部来的。是从他那来的，是从他来的，对。然后直接对于谢宜仁的领导统御非常的不以为然，抱怨非常多。所以就是说，谢宜仁已经差到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地步了。
但是谢宜荣的态度呢，我觉得不只要嚣张啊，是非常嚣张啊。那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包括了劳动部长何佩珊，也要口头请辞，都出来道歉，每个都道歉了。结果我们的谢宜荣小姐，她到现在有出现过吗？没有，神隐，她全部只用文字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文字是什么？是在赖群组上发声明啊，说他没有要辞职啊，没有，我们要辞职啊，有什么要再说？可能让认为没有错。在第二个发了声明稿，刚刚大家来宾都讲了，公开声明1张，3个重点，律师声明5张，12个重点，律师声明比道歉声明还要多好几倍啊！我都搞不清楚当事人是律师还是谢宜荣小姐啦，莫名其妙嘛。然后律师的声明的重点也很单纯，几个重点，第一个告诉大家，劳动部同仁轻生啊，跟谢宜荣无关，没有关系。谢宜荣顶多就是领导风格、行为做法让同仁有压力，没有霸凌。最后呢，就是遗书下令不准盖白布、通灵等指控，都是以讹传讹，很多都是网络谣言，是错的。最后呢，他最客气了，没有说要告您啦，也没有说要告媒体啊。他说什么？他说希望啊，这个社群媒体能够自律啊，因为这些不实言论、网络公审严重伤害了谢女士的社会名誉，所以希望这些社群媒体可以自己删除或是修改关于谢宜荣的内容。我不晓得谁给他这么大的底气跟勇气，可以做出这些声明来啊！连赖清德、卓荣泰都不管了，全部都道歉，只有他到了一个不晓得是什么的道歉，他完全没有认为他自己有错嘛，他觉得只是态度有些状况而已。我觉得非常悲哀啊！而且讽刺的是什么？大家知道谢宜荣他是什么背景出来的？他是社工系硕士毕业，社工系啊，本来应该是劳工守护者的谢宜荣，现在变成了劳工刽子手啊！更好笑的是，本来应该保护照顾劳工权益的劳动局啊，现在变成了剥削劳工、霸凌下属的大本营呐。其他事情我都不讲，有没有霸凌，大家后续调查了。我们看最简单的，不准压榨劳工，不准超时，大家都知道吧？以前蔡政府到现在都一直在讲不准超时，因为劳工是民党心中最软的一块。结果呢，摄影机镜头显示这位就是轻生的这位女士，她所有上班的时间。男的，他所有的时间几乎每天上班都超过12个小时，这是录影机显示的画面哦。但是根据打卡出勤记录，每一天都是从7点多上班到5点多而已，全部都合法。他要先去打下班卡，没错。他到了不敢打卡，时间到再打卡，然后走的时候呢，先打卡不能走，继续工作。所以每一次打卡的正常以为的时间都不到8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全部上班超过12个小时，全部作假，连这种最基本的上班超勤时数，通通作假。那我请问一下，劳动部部长你在干什么？分署长在干什么？然后发生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啊，大家讲嘛，没有人是这个局外人士啊，因为感觉起来好像跟陈局扯上关系。结果呢，一路切割到底啊。第一个陈全华去切割，说，这个所有包括了说这个。谢宜荣能够升职，陈局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然后再切说是许明春提拔的，许明春说没有，他没有提拔他，是蔡默良推荐的。就问了蔡默良怎么推荐他，抱歉，他会深自检讨。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一路切割，一路推下来，后面没有人，我真的不相信。而且跟各位报告，这个事情还非常特殊哦。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人一般受到所谓的霸凌或者是一些压迫的时候，我们是跟谁来做反应？我们上级单位是谁？一般是劳动局或者是劳动部，但是公务人员不是，因为公务人员他不是劳工，所以当他遇到霸凌或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跟人事相关单位来做申诉，也就是劳动部的同仁，只要是正式员工，他如果被霸凌了，他是要向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来申诉。但这个事情呢，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苏俊荣有出来讲过什么话吗？好像没事现在好像全部都是劳动部在扛要知道这么大的事件，不只是劳动部要处理，人事总处也要出来做调查啦。现在好像跟没事一样。结果是新北的那个劳动局要做处理了。对，我想难听一点，新北市劳检有用吗？有时候没什么用啦。他除了查这个之外啦，他没办法调查，因为他不是劳工啊。谢宜荣他是公务人员，对，所以要负责任的是行政总处的人事处啊。结果呢？没有声音，好像当没事一样。你说他这种，严格来讲啦，之前劳动部长说这个整个的事件是属于利益良善、目的良善，
然后再加上行政总处的人事处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声音。我个人已经讲，这很像是跨局处的包庇啊，这也不单纯是劳动部的问题，其他处、其他局感觉起来也不敢去碰这个案子，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后面没有人在罩着谢宜容，我相信，不要说我不相信啦，全台很多民众都不相信啦，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再补一个，现在也更好笑，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哦，我们的劳动部长这个何佩珊说他口头请辞，结果卓荣泰呢？没有让他现场请辞，算是未留，他先把事情处理好。就何佩珊现在呢，行政院会直接不去请假。我想请问一下，他想要请辞，部长想请辞，院长不让他请辞，不让他请辞完之后呢，他直接院会请假不来了，摆烂，大家一起摆烂。请问一下，现在是谁处理？我不知道谁处理部长不来，院长未留，现在呢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说重启调查，还是部长他要处理了。但他现在已经请假不来了，他院会都不来了，他直接不来了。院会跟他直接去调查这些事情是两件事。调查还是要处理，对，还是要处理啦。我就摆明，他刚好请假。但是我就摆明说，这种事情，院长直接未留的那个人，隔天就直接请假不来了。对民众来看的观感就是觉得是摆烂嘛。那现在连最大该负责的人也不在，人事处的人事长也不在，就现在谁处理？我老讲，大家都在等着看。如果到最后的结果是，因为他的这个律师声明里面用的是谁的资讯做背景，用了全部都劳动局当时发的声明做背景。如果现在因为劳动局的声明造成了谢宜容最后没有霸凌造成相关人员离世的直接证据，那我跟各位报告，谢宜容根本不用被停职啊，他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没有违法呀，这态度不佳罢了。所以这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接下来对于赖政府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杨明整件事情一路发展下来，真的是没有想到后面会变成好，你说星火燎原，会燎成是这个样吗？甚或有人已经把它形容好，有人是形容洪仲丘 2.0， 有人会说比当初的巴掌七事件恐怕更严重。巴掌七事件如果要是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朋友大概不清楚，但你如果要是只要当时历历在目的那个状况，4个老人家在那个地方在河中央，然后抱在一起，多久的时间眼睁睁的看着被水冲走。当时游锡堃是副院长，副院长请辞下台 ，OK 下台。当时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那时候看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大家都觉得人就在那里啊，怎么会总是有办法？没有，就看着洪水慢慢来，慢慢来，以后4条人命就这样过去 ，OK。但有人现在把这个形容的比巴掌期还要严重，可是院长也道歉了，总统道歉了，这个报告要等于重启调查，重启调查就等于是这份报告不算，就全部重来了，已经做到这样了。但是当这份所谓的道歉跟所谓的律函出来以后，一路就再延烧下去，或是刚才好多益讲的，就算不管以前有没有人照他，现在还有人会照吗？我想这个有没有人照这件事情在劳动部的行政报告出来之前我们都以为说应该会有一个好的调查，当然，结果报告出来说他目的良善的时候，我们知道问题大了。其实这把火是这个事情烧起来的。前面我包括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家人在职场上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家属没有声音？是。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家人在职场上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家属没有声音？是。好，我特地去找了11月5号的报道出来，就是因为它是11月4号发生，11月4号发生，10月5号检警他们就说劳动部发生一位员工轻生的事件，那检警看相验后，家属呢认为死因没有对死因没有表达任何的疑义，所以呢这个案子呢就用这个自杀来处理。好，就这样结束，就这样。那天的新闻就这样而已，没有人再去讲什么职场霸凌都没有。好，后来是李宇翔，就是新北市议员嘛，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对，他是因为曾经在这个机关做过替代役，所以他跟这个机关有一些渊源，有一些人脉，所以他得到很多的爆料，有人澄清。对，好，那当然因为这几天的发展，我们又发现原来爆的料是好多，包括民进党的立委都拿过。说有鬼故事说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包括甚至是今年2月就是说有一些什么陈情怎么样的。对，好，不管怎么样，这表示什么？这某种程度就如同刚刚小武哥讲的，很多人其实看着这个职场一直恶化下去，有人求救了，可是见死不救，没有人能救他们。
我想这才是接下来这一波的怒火。而且呢，即便已经闹出人命了，居然还在保护那个被认为是霸凌者的凶手。好，我想这才是这一次民怨最主要的一个火哦。那偏偏又发生在劳动部，这是最讽刺的。一个主管我们国家上千万劳工的一个机关发生职场霸凌，而且甚至还有这种所谓后续的调查是官官相护。我想没有人看得下去。可是除了当然现在包括什么总统也道歉了，院长道歉了，部长请辞了。好，可是问题解决了吗？真相浮出来了吗？好像还没有。所以现在你说这个新北检要去调查，要去立案。老实说啦，这种因为他已经前面相验，这个家属也都没有意见了，所以这个谢律师也很清楚，按照法律的程序，其实我认为在用刑案来去办这个谢宜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可是现在谢宜容还有其他的问题。昨天在国会里面，包括黄国昌包括这些很多立委都点出来什么？因为前面一段时间有一个爆料是讲说他很爱送礼，很会做公关然后呢这个到处去送礼，然后呢把办公室装潢的这个美轮美奂他比如说包括他这个办公室有这个轨道灯，通常轨道灯是拿来照那个艺术品的比如说画或什么要把它照亮嘛，所以他要你那个电一开就会轨道灯很耗电，电要一直打。所以昨天那个陈昭姿委员就秀出说，他上任之后这个分署的电费就增加。奇怪，一个署长办公室就可以让电费增加，也是蛮厉害。也许跟这个电费涨价也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昨天黄国昌说他是不是宴请友人花了42000块？好，这个部分劳动部的官员说有，明确说出有42000块。好，这又一个好，再来就刚刚讲那个送礼的部分他们爆料的内容还说他还会什么客制化的包装，会给这个客人有这个如获至宝那种感觉，很不一样的设计那关键不是说公务员可以送礼啦，可以送礼，就是说你这个有一些活动或怎么样送礼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昨天黄国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他去查发现这些买礼物的来源他用的钱是什么钱比如说办理青年职能开发。促进银发就业，青年就业计划，然后最扯的是，他还用到了就业安定基金，什么叫就业安定基金？就业安定基金就是我因为怕台湾我们这个失业率高，所以比如说聘雇外籍移工，外移那个移工他们的雇主就要一部分要缴进这个基金里面。当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失业了。失业那个有一个失业补助，就是从就业安定基金，你就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请领，从这个基金来拨补。那也会办一些活动或怎么样的，去那有各县市政府可以去申请。2年前有一个民进党那个立委杨耀他发现说奇怪，你们就业安定基金花了3000多万去办音乐会他很气，他在立法院去打许明春那时候那次其实媒体都有曝光。然后那时候时代力量这个周老师所属的时代力量当时就讲，当时劳动部。小金库这是谁讲的？这是前劳动部长陈雄文讲的。这是当时他自己讲说就业安定基金变成小金库，当时他们拿就业安定基金做什么？去告官场工人的律师费，去国道收费原案诉讼的律师费，都用这笔钱。结果现在没想到连一个分署长买礼盒都用到这笔钱，所以我想接下来新北检不只是这个所谓霸凌的案件，恐怕有没有？贪渎图利问题这些，我觉得这个后续都可以一并去查啦。这个当然这一块律师函里面也有提到，可是我觉得他的态度，律师相对是蛮保守，他就讲可能是有误会啦，我们买的都是这个，比如说合作的团体啦，这些的礼盒，那送的都是有关的人，他没有否认有送礼是，他没有否认有采购，只是说我都依法采购，好，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讲职场霸凌的部分，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案外案？包括他的贪渎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渎职、失灵的部分，我觉得都要继续做。OK， 我会补一下，就是说杨明所讲的这个部分我认为这个最快就是说一定要马上把整个事件调查出来，否则它会变成另外一个
未爆弹会爆的可能会比这个所谓职场霸凌后面延伸的状况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认为说，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礼拜，不是说1个礼拜以内要把那个重启调查的报告要出来，对，重启调查报告要出来。可是我认为在这个所谓是不是有用这个基金去买了这些东西，我认为应该要尽快，这很快吗？有没有？大概1天2天。你觉得那个救扶基金再怎么样不应该买这些东西的？绝对不应该，因为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我告诉你，如果他没有违法，就表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对不对？这制度就有问题啊，他没有违法就是制度有问题，这个民众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这个职场霸凌这个事件已经处理不好，你不要在另外一个案子处理不好，又研发更大的爆弹。我觉得这1、2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这1、2天要赶快把这个资料调查清楚，对就对，错就错。如果真的过去有这样错误的一个制度，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再拖了。OK， 好像这整件事情态度很重要。是所谓态度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处理机关就是好，包括劳动部处理的态度很重要嘛，要不然的话不会延烧成这个样，就是因为一个目的良善的一份报告搞成是这个样子。态度很重要，如果不是刚才一开始你听到的。谢荣在整个过程，还要大家那有一点像心灵课程，是不是？对啊，是不是做不做得到？做不做得到？然后还嫌声音不够大，3次，对，还要3次，所有这些就是那个态度。为什么大家讲说，连他自己发的律师函跟他自己道歉都承认，对他有态度上一些的问题。可是这个态度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当你听到那个，你会觉得。一个人走了，然后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告诉所有的下属，然后还不准人家讲有霸凌的事，是你不准讲就表示没有吗？才会延烧成这样。那对刚刚讲，包括黄昌委员提到的那件事情，可是昨天李正浩有提黄昌另外一件事，就这整件事情爆发的时候，他们也有去澄清还是什么吗？好，这个蛮多线的，我们先从态度讲起了啊。这个何部长其实他在说明这份报告的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他的态度就有点让人家觉得就是姿态有点高啊。今天是你们部内出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要发表这一个报告，然后你很直截了当的说，没有关系哦，就是他有一些讲话这个很过分的地方，可是跟这个受害者这个的死没有直接的逻辑连结。你这样一拍板，人家就觉得，你是不是已经像内心有定见？接下来整个报告那个时候大家还没看到报告内容，等到报告内容出来，看PDF 档也不多页就是8页7、8页而已你看一下，居然看到个目的良善。虽然他可以说这是调查人员专用的手法啦，他一定要去描述他的动机可是这就很糟糕一点，就是何部长自己讲这个就是平庸的邪恶什么平庸的邪恶就是这些人会觉得我就执行我的任务，我好好做我自己的工作，完成我的任务我就很棒，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坏的。他就觉得我照人家的命令，照我的责任，照我的目的去做，我就很棒。当时何部长讲的是谢分署长，谢分署长这个态度平庸的邪恶可是何部长你亲手让他出了部大门的那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提到的目的良善，其实你也是平庸的邪恶。你也让这个东西出门了吧？你怎么会没有看出这几个字大有问题呢？再来，我们来讲谢分署长，其实爆料很多。在讲到黄国昌的这个相关爆料之前，我要讲就是谢分署长的这一种态度啦，或者是这种个人的，他当然他还也有人传流出去之后，他还会讲跟底下员工说：“哎呦，这个要有上善若水的精神就是人要像水一样的柔可他本人完全没有，他大概只有对长官很柔了，对底下完全不柔。但重点是，不是换了个这分署长下来嘛，立刻要派代理嘛，政务不能有停顿。代理署长一样也是人家爆料，代理的分署长去到分署之后，这个员工来递公文，这个代理分署长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公务员嘛，都做了很久了嘛。该分署的公务员递公文是这样子，90度鞠躬，双手贴耳鬓，然后那个代理就讲为什么要这样递？前分署长规定的
好，这个叫上善若水啊。现在这种爆料是不是一出来？现在这种爆料是不是一出来？是的啊，真的很多。你要知道积怨有多深啊，有多情节有多夸张。当然，谢分署长可以出来说我没有这样要求啦，是人家自己主动还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啦。但是重点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黄国昌啊，我们来看这个事情。那李正皓啊，他就一开始就只丢这一份，那黄国昌今天就气不补出来开始说明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看这份公文，但是立法委员黄国昌办公室函给谁呢？就是这个劳发署啊。那他这个当然是给分署的了。他是说哈，那我们之前有接获陈情啊哈，请你们11月6号记住这个时间点，请11月6号来我办公室说明。当时黄国昌派主任来接待之后，他们有做成一个会议结论。结论呢，黄国昌的办公室几天之后收到不满意，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理解支持不渲染？不再谈这件事情啊，我不能接受，请你把会议结论改成以下啊，会如实转达分署长当那天跟我们说的部分，所以谢分署长是有去黄国昌办公室报告的。好，那我们也会跟委员进行报告，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去渲染，因为既然家属的希望是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让家属和北分署经历2次伤痛啊，就是把这个不会渲染放大，变得比较多句而已啊。好，那当然呢，他下面有提到10月11号。请来直接跟黄国昌说明，但是到了11月11号那天，谢分署长已经请假，所以是副分署长来说明了。好，我们来注意它的脉络是怎样。实际上，11月4号一样也是分署人爆料，11月4号黄国昌那边应该就接到爆料，就是往生当天他的接到爆料，据称有去电了解，所以才会有11月6号谢分署长亲自杀去黄国昌办公室说明。好，说明的结果是这样，黄国昌都没有追了，因为就是他的主任说好，我理解你们了嘛。结果可能是黄国昌看到人家回一个函说什么理解不渲染什么意思啊？他那个助理主任就匆忙就修改，就说请来再跟黄国昌说明。11号副分署长去了，有后续吗？也没有啊。今天是几号？今天21号，黄国昌也没有继续打，黄国昌改打的就是刚刚大家讲的那个4万2啊，买礼盒啊。黄国昌并没有处理霸凌的部分哦，所以实际上这一份挫伤什么，其实上也就人家就找你相信你黄国昌会处理吹哨者嘛，一定会帮助大家嘛，结果没有嘛。后来你又出来讲东讲西，人家说原来一开始爆料不能，最早人家最信任你了。所以啊，像这个其实要处理这个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可以看到大家面对这个议题态度，有很多民进党的委员，他现在发现怎么会有这个案子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些民进党委员很早就把案子递出去了，像洪胜汉委员嘛，他就已经递出，为什么会卡住？所以不只是这个劳发署以下的问题，在这整个上面的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像我们已经反复听了 N 次的这个录音带，那种情节之夸张，我想有正常判断力的政治人物，如果你在现场，你在隔壁听到，你就觉得这群人太夸张了吧？我们怎么会部内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单位在那边开什么精神小团体啊？哪一天都不知道被他在那边坐在那边就原地称帝了，不会吗？所以我必须要强调，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换掉特定的人，解决1-2个人就可以把它收尾了。它是整个体系都已经出状况，现在不止劳动部、劳发署包括卫福部。也有人跳出来，今天也是立院攻防的焦点。接下来这种类似像 Me Too 扩张，有这种爆料者一一出来检举的状况，我认为只会更多。那民进党政府要面对的就不是今天谁出来敬礼啊，院长几点出来敬礼，总统要不要真的出来，还是发个文？是你能不能去建立一个机制？因为现在很多基层公务员说，对啊，明明就是个问题啊，我这边也很夸张了，请问我怎么检举？不知道啊，要跟谁检举？一样打到人事总处吗？打到保训吗？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到底现在哪一条路是可行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绝对不是谁止血啦，谁法办，谁免职啦，建立制度才是解决的方法。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昨天是院长先道完歉，然后说要严厉的处分，然后包括总统道歉以后，然后讲说希望不要再发生任何不应该出现的或什么。
当谢荣出来发了道歉声明，然后发了律师函，在那之后，你可以想象，因为那前面已经出现就2大过免职了，所以接下来的准备，包括请律师发了律师函，刚来宾所说的，接下来是不是要打行政诉讼？接下来到底要是后面甚或因为检察官调查，是不是也要处理相关的这些事情？合理正常。但是我就讲，你把所有的事情摊开，今天也有人讲，包括好了，他的公开道歉声明，重点应该是在讲第2段吧。就是很遗憾，那个员工之死跟他没有关系 ，OK， 应该就是要讲的是这一段，其他前面的道歉，对我的态度不好，我的什么什么这些，但重点应该就在这一段 ，OK。然后昨天大家会发现的就是，应该就是在这个律师函 ，OK。刚才讲的，你听到博弈在讲，包括到底有没有盖白布，包括有没有事，我刚把事情分开好几段，对不对？好，到底会不会有法律责任？法律是非常严谨的，那叫因果关系，就是谢荣有没有直接对这个员工之间有任何的霸凌一些行为，是不是造成这个结果？那这就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职场发生这样的事，那个行政调查一定是跟刑法上的范围是一样吗？我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这种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一个长官，因为他们在这里面说。谢宜荣他只会他的层级下面就只到包括副署长、副分署长，包括主任秘书什么的这些，所以他不会跟基层员工这样。那请问一下，那个整体氛围，为什么这个单位100出头人，那走了这么多人？请问可以不告诉我，这位谢分署长在他们的律师函里面说，他下面他只会跟副分署长。然后包括可能主任秘书类似这个层级，所以这个员工他是不会接触的，所以他对他没有任何，就是他脾气不好不会到他身上。那请问一下，下面所有的基层员工走这么多人，你都碰得到吗？如果你都碰不到，这些人为什么要走？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我要知道的只是法律上刑法调查一回事，行政调查这段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还有人降调，各位你们停飞，因为担任立法委员非常久。一个公务员要做到一个主管职，不管科长或者什么，站到一个位置，他要跑去降调，你告诉我，这种事情要有多大的动力，他才会去这样干？很难，很难吧？很难啊！那个位置要坐上去有多难？对，很难。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这为什么？我说行政调查能不能记过或什么，跟法律它是2个面向。有没有一个状况？我不是说这个案子，我们随便举一个案子，我是大主管，我就把它说，我只会碰到李博一。然后是杨明是他下面的写上来的东西，他给我，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种东西你丢得上来？你有没有长眼睛了是吧？我不管怎么骂，那丢回去，然后你回去丢给他，杨明有没有压力？有。如果他发生任何事，我有没有任何责任？法律上是一回事，行政调查有没有？这不是我们说了算。但是显然第一份的调查报告完全没有办法度悠悠众口，是这个意思吗？现在。就是要重启调查，重启调查的意思就是，原来那份调查报告大概的内容我们就不用看了吧。这份律师声明里头，他写的一样好，第一段也是讲说，对他已经表示道歉，他确实有不管是你说他的脾气啦，他的什么什么这些，后面诚如各位来宾所讲的午夜12点，其他几乎都是在解释说明。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经他们检视相关的东西，尤其劳动部的调查报告，那也已经是这样讲了，所以是这样。我先讲前提，劳动部已经说重启调查了，所以这份报告基本上不用再看了。也就是说，其实我很认真看完这个，但是我不用告诉你这里面写什么，因为它的利润基础有很多都是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已经不用看了，因为要重启调查，好吗？所以你可能要重写一次律师函，这份调查报告已经不会看了。而且这份调查报告里头，我再告诉各位，刚才来宾有念过了，对不对？有很多，好，这里不乏若干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民众透过社群媒体平台什么什么内容，已经明显不服劳动部这个调查报告。好，你看不服这个调查报告，然后恣意混淆关系人不幸轻生的原因，归咎谢女士个人等等等，严重损害关系人家属对谢女士协助处理善后之信任，并强烈伤害谢女士的社会名誉。这份律师声明里面骂了一般的民众，这份声明里面指责了媒体，你们不应该这样，该下的就下 ，OK。但是我要提醒所有的民众，不管
谢宜荣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要负这些责任？不要用谩骂或是那些是有可能会有法律责任的东西，再怎么样都不应该是这个样。他要不要负责任？你可以去批评指教他所有东西，但不要用谩骂的方式。你以为他只讲了媒体，只讲了一般民众吗？给你看一下最后一页，我念给你听，你觉得他在讲谁？来这一段，为台湾就为一高度法治国家。近日若干新闻媒体报道内容及网络民众透过各社群媒体平台贴文留言内容形成之公审效应，业已造成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谢女士身为公务员文官行政责任之相关程序，已陆续出现便宜行事、朝令夕改、未审先判等处置乱象。骂谁？索荣泰，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判我？何佩珊，你们凭什么？为什么老百姓骂一骂你们就这样？他在讲的应该就是上面这些官员吧？他讲了民众，讲了媒体，连那些官员，我刚刚念的那段，你可以告诉我，如果不是这样解释，还有哪一段？就是为什么这些官可以朝令夕改？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个样？我不知道这整份文章的内容，竟然把相关所有的人全部都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个样。至于谢勇，只有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我态度不好，好不好？我跟大家道歉，结束，就是这个样。整件事情会引起民众这么大的一个怒火，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件事情，他应该负什么一些责任，交给检调，那是司法的调查，行政调查。劳动部那何佩珊部长他们已经讲说，1个礼拜以内要把报告出来，所以原来那份报告不用再看了，看后面的那份报告吧。后面那份报告出来。当然，也不要因为所有的民怨、所有的这个样子，会有扭曲的事实。不要，我一直讲，还给家属一个公道，还给社会一个真相。重点就是这个样子 ，OK？ 但是这里面显然里面写的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看的有很多会有这样一些怒火。死者为大这一件事情，一般来讲，如果一个机关发生了这样的憾事，玉善是告别式主管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尤其是发生这样的事，要不要去？以中南部就一路爬进去，要不要去？结果呢？就是他没去啊。所以我才说死者为大，这最基本的，已经跟法跟理都没关系。一般的所谓的人民的感情，你都没有这个主管，你都没有去照顾好。你怎么会适任做这个主管嘛？后来我才发现，不好意思，我今天要骂一下，可能以前我也认识的许明春。许明春今天的讲法。跟这个谢宜荣的想法不是一模一样吗？上行下效了，我直接讲，许明春当了快6年的劳动部长，整个劳动部变成这个样子，许明春难道不应该讲一句道歉的话吗？没有，这个人我不熟啊，是蔡署长推荐的，你可以这样推卸责任吗？我说真的，你连柯文哲都不如，柯文哲至少还会说一句世人不明。你连世人不明这4个字你都没讲，你让他直升机做到了分署长，导致这样的憾事。许明春，你难道没有责任吗？刚才主持人有讲啊，106人，77个人离职，我就不要讲我认不认识这个人，数字管理是一个主管最重要的基础吧，做了1年多，如果有80%人要求要离职，这个主管还是人吗？事情发生1年的时候，你打考绩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让他继续做这个分署长？这个部长就要下台了，2月的时候就应该下台。2月的时候一堆检举报告出来，这还是透过我们民进党的。说真的，李玉祥议员，接到一堆检举报告，然后送给了劳动部，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你劳动部赶快处理啊，外面的声音那么多，至少你劳动部内部我们自己人，自己人，我们不是那边专门从黄花仓被给你骂，所以你要不要调查？有啊，王安邦有去约询啊。今天许明春还说王安邦故意混淆视听，不是同一件事。许明春2月的时候你有没有压案？2月是你在任哦。许明春，你要不要站出来讲清楚？你不要觉得你现在选高雄市长，我直接讲了，你民调最后1名了，不会上啦，不会提名你啦。你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嘛？这件事情何佩珊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何佩珊有责任，他硬不起来。要是我也硬不起来，一进去兔子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里面全部都许明春的人啊，所有的调查报告的组成成员全部都是许明春所任命的主管啊，全部都跟这个谢宜荣很好啊。调查报告当然会变成是谢宜荣的遮羞布啊。何佩珊只能认啊，但是我要何佩珊为什么认了？
这个是你要扛起来啊！你 case 你已经作为部长了，赖清德任命你做部长，退掉，你第一时间要震怒啊，不是哭泣啊。就你没有震怒，你接受了这个报告，被人家骂了以后，你才道歉，你才说你要辞职，你才又再哭一次，让院长跟总统都要震怒，都要道歉，才要重新回来处理。这件事情难道是1天的时间吗？礼拜2才发生了吗？报告才出来，已经闷烧了2个礼拜。主持人也曾经讲过，大家都在等劳动部报告。为什么呢？大家相信你劳动部嘛，相信你劳动部还是整个台湾对于劳权最重视的机关嘛。而这个是职场霸凌的事件，如果你连内部的问题都没办法好好处理，大家怎么信任你未来会主张所有的劳动权益？结果那份报告把劳动部整个变成惯老板嘛？那份报告不是惯老板的说辞都是同样的说辞，那你是捍卫未来的所有惯老板、所有的公司的劳检报告都可以这么写吗？所以难道要重启吗？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行政程序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你的价值理念就算没有劳动价值理念啊，你作为劳动部，你至少要坚守所谓劳动价值理念嘛。就你完全抛弃，你为的就是捍卫谢宜容，而大家才问的是为什么？我说真的，重启调查报告不要那么快出来，好好的调查。我刚才讲的那几件事，2月的事情，那么多人检举，有没有人压案？谢宜容为什么直接坐火箭，直接升官到分署长？这要不要调查？不要认为部长离职了之后就没有责任，过去的责任也是责任，重新调查，包含无限上纲，包含过去的部长许明春的责任也应该追究。过去的责任也是责任，重新调查，包含无限上纲，包含过去的部长许明春的责任也应该追究。刚才讲到调查报告所有那些，为什么刚才问了博弈，为了小玉，然后包括杨明，因为对于到底有没有盖白布所有这些事情，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个清楚吧。小玉刚刚讲，我讲如果是尊重家属，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如果像博弈刚刚问说，有人说跟你。因为这是调查报告里面写的，各位，如果你看这个报告，调查报告里面写说，好，这里面社群媒体匿名问卷回馈资料这些，在急救跟到医院过程有不当及未尊重关系人甲的情形，经查，这是原来调查报告，经查急救及到医院过程主要由警消人员处理，离开机关过程主要由警消人员指挥，在场同仁协助开道，行走动线、使用电梯、急救措施跟覆盖方式都是紧急急救状况的处置，然后谢宜容不在现场，结束。博弈，你刚刚讲到他们是有人说嘛？有人说，有人要求这样嘛？对，好吗？但这里面写的是都是警消，对，我就讲如果都是警消，那个处理的警消一定会被大家问说你是为什么不让人家这样？对，这份报告，我就跟你讲，你从这份报告这一些你往前去推，你就会知道那个过程为什么会让大家打很多的问号。更不要说目的良善这几个字，你要再往前去看。小玉，我问一件事就好，光问蔡孟良，他是怎么样可以这么多的位置该一格一格往上走，然后他可以突然坐直升机到了这个位置，他答不出来，就跟你说我自我检讨。对，他就只能吞下。所以你很难想象，当大家在讲说整个处理的过程，对何佩珊来讲，他也没办法，他也只能吞。他是有行政历练的人。他是有很深行政力的人，但他也只能吞吗？真的是你很难想象，你光从他的升官回头去看这个处理的模式，你很难不让人想象有官官相卫在里面啊。官官相卫一定有啦，好，但是我就说何佩珊是不是只能吞，这个我是打个问号。不过我认为就是说何佩珊在这次的处理他确实就是说。他以前我们认识他很久，因为我们跑立法院嘛，他是做这个先从老科的办公室的主任，然后一路做到党团然后再来就是做副秘书长。副秘书长，你可以看他长期都是在做幕僚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在立法院打滚久了，他碰到事情呢，直觉反应都是先去找立委先找立委疏通，只要立委呢不要爆料，立委不要批我那这个事情就 OK。所以但
这一支你可以看，他这是第一件事，他竟然是先透过何博文，然后去打电话给李宇翔。那为什么李宇翔要爆料这件事情？有一说是因为李宇翔以前在那个北分署啊去做替代役，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相信他啦，好，就是大家至少同僚情谊，所以陈情都到他那去，就是对，就相信他啦，对。那所以这个李宇翔就像北所有很多事情都会找他，都会找杨明，就替代役一样啦。对，我自己讲的，不是北所。OK， 好，那但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夸张，是这个何佩珊还是比较惯用他以前在国会所碰到的，他当幕僚的角色，就去找立委来说。可是不要忘记，你现在已经是部长你已经不是在立法院，比如说做幕僚或者做办公室主任，什么事情都找这个来瞧这样。那更夸张是说，他还去扯到这个派系斗争有那个赖的对话是说，他就扯到说啊，有记者传出来啦，就说啊这个意思说李宇翔因为跟何博文他们都是永延会的啦，好，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永延会，然后去做这个派系斗争，或是有人说要这个劳动部长的位置，是扯到这个对。那后来就扯出来，就开始大家去算那个人马，就开始算许明春这个算是这个陈菊是菊系，好，那甚至刚刚讲到那个王安邦啊，先讲王安邦。对，前次长之前去约谈了那个谢宜容，因为他有接到近100封的陈情信，然后就把这个谢宜容拿来这个叫来问之后呢，我觉得那个谢宜容也蛮妙的，他这个在这个王安邦面前啊，就讲说好，我一定会谨言慎行，我会改进。就出了门之后呢，马上就去讲说我要找内鬼。这到底是谁去投诉我？这样，就后来最后走的是王安邦不是谢宜容然后后来再去扯说那个王安邦的太太原来是严卫慈，是又是你不能说他心系严格来讲是灿系啦，所以就又开始讲说那是不是灿系的反扑菊系，然后又永延会，然后又扯到高雄市长这一块。可是我如果你用我政治记者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跟对，他就是很单纯把这件事情太远了，对啊，我个人觉得太远。我说许明春永远都会追，没有这件事，他也民调最后一名不会过了。坦白讲，永延会在高雄也没推人啊，也没推人啊，所以你去扯一个永延会，去扯派系斗争是干什么呢？对，但是回过头来，我就说撇开，这是要扯到派系斗争，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你回过头来，你会讲说，那到底为什么这个谢宜容他的背景这么硬啊？好，你看一个政治约谈他，结果走的是政治，走的是政治。长官约谈下属，走的是长官。对，然后还有洪申翰，他说他也接到，早就听过这个灵异故事，他去反映，结果洪申翰也双手一摊，说他没有办法，然后也没有处理，对不对？好，那甚至到最后还要到这个李宇翔一直不停的爆料，然后今天还有讲到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谢宜容她的娘家背景很硬，是绿营的金主，结果记者还去查到说是什么云林的酱油，后来云林的酱油还特地跑出来说不是我。对。但是今天有找到了，原来它真的是云林的酱油，是另外一家酱油厂，是另外一家酱油啦，比较没名的那一家酱油。对，也是蛮有名的啦。对，但是跟酱油有什么关系？对啊。所以这个扯了一圈啊，就我最后还是觉得说，那何佩珊今天。当然啦，可能就是大家还是回到政治的揣测，就觉得说为什么他第一时间不敢去动谢宜容，然后还去用那个报告，看到报告你竟然还吞得下去，好，然后到最后火烧成这样，搞到他自己要辞职，那到底是不是这个人背景有多硬？但是你讲到说赖清德的行事风格，赖清德是他不会管你硬不硬吧？对啊，你的背景有多硬？对啊，到底背景多硬？你看上到郑文灿，下到林怡景，都已经这个都有被查。那你说到底他的背景能够有多硬呢？但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还是要明快啦，不然你说以最近赖清德上任半年，哇，已经火烧了。对啊，再包括尤盈隆老师做的民调，都已经到了死亡交叉了。那你说？之前包括陈启玉的事件，对不对？绕跑到现在还找不到人，那还有包括这个吕正章3天请辞，还有很多的人事案，你这样再下去的话，我觉得蜜月期的那种红利很快就用完了。OK， 但姐妹，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执政一个很大的情绪，民进党不会演过程当中算是靠，譬如说劳工运动啦，很多这些起家的，可以这样讲吧？结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劳动部，然后发生在要保护全国所有劳工权益的单位，出现了像这样的，我讲他血汗工厂一点都不为过，然后还发生人命的一些问题，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警讯啊。非常大的警讯哦，因为你看国民党现在都说，劳工不就是民进党你们心头最软的那一块？对啊，那怎么会处理成这个样子？我说真的轻忽了。我觉得，当你第一时间拿到这个行政调查报告，你就应该发现，这个公告出来，一定会发生事情。
你居然还是把它公告。然后当然记者会问，那请问这一份报告不就表示不用处分了吗？所以才会继续追嘛。因为不是他，跟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就才继续追。那请问谢宜容要怎么处理？他说哦，那个就支支吾吾说我会那个惩戒委员会调查。那是因为所有炸锅了，逼着惩戒委员会要去做2个大过。所以你看为什么谢宜容他敢请律师？因为如果用这一份调查报告，你怎么去记这2个大过？记不出来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之后，才会惩戒委员会直接2个大过免职。所以谢宜容才敢再用这个律师信函12个声明。所以这一关一关，你就是轻忽嘛。当你第一时间你要开那个记者会，要这份记者会之前就已经炸锅了，就已经炸锅，你就已经发现说，哇，整个风向舆论已经不是如此哦，你怎么会还是一样拿着这份行政调查报告，然后对外说，然后甚至用这个，真的我很难，这4个字我念不出来，我真的念不出来，你怎么能够在记者会用这样的4个字？然后定调这份行政报告，定调谢宜容这个人。对，谢宜容目的良善。对，我讲不出来。我帮你讲。真的，我都觉得，如果是我看了这4个字，我根本就退了这个报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会越烧越烈，然后烧到现在，你还是一样，你要重启调查。那明知道这一份报告就一定不会被接受，被舆论没办法接受，你重启调查不是第2次伤害吗？而且是对民进党已经不是对劳动部的伤害，是对整个民进党、对整个执政的伤害。我必须这么搞得行政院院长要出来道歉，搞得赖清德总统要出来道歉，这是伤上加伤。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说真的，包括有委员在爆料所谓的一个礼物事件，我觉得都应该赶快2天赶快处理。那调查报告应该审慎针对所有可能疑似曾经被霸凌的事件全部调查，尤其为什么会短时间那么多人要离职、调职，这些都要一并调查。我现在2个部分哦，这是谢宜容分署长的部分。大家现在都知道，最基本看到新闻都是他的任内期间走了几10个员工，然后还包括10几位的主管职的员工，对，甚至是长官约谈他，结果走的不是他，是长官。这第一个问题。不止他，还有可能更严重、更狂的是他的长官劳发署署长蔡孟良，新闻也爆出来了嘛，2年任内走了100多人啊，连他的副官101，连副官都离开，要降职到地方去啊。结果呢？人家问他说，问蔡孟良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包括你是不是有霸凌他，是不是你言语不对？结果蔡孟良怎么说啊？他不认为有霸凌啊，他也不认为有管理不当啊，他认为该副署长离职是因为家庭因素啊，这是最大的问题。霸凌的人永远都不认为还有霸凌的。然后都已经发生这么离谱的状况之后，我觉得接下来我就要回到刚刚那个体配委员讲的。我认为民党高层，尤其是卓荣泰，我认为轻忽太久了，是不是执政太久造成他们轻忽了？卓荣泰居然慰留了何佩珊部长。文哥报告刚刚讲的什么利益良善、目的良善等等的东西，报告都是何佩珊同意的啦。请问一下，他这个时候继续当部长是能够改变什么东西？改变不了了嘛？这个报告。不，里面律师声明讲到的所有报告内容，何佩珊全部都看过，而且都是他亲自念出来的东西。现在这份报告重写，结果你说何佩珊继续慰留，叫他处理好再走，我见鬼了！何佩珊全部都看过，而且都是他亲自念出来的东西。现在这份报告重写，结果你说何佩珊继续慰留，叫他处理好再走，我见鬼了！一定换人来处理了啦，直接换掉不啰嗦了啦。就现在呢，叫他慰留也是算了，他还请假，行政院会也不来。你告诉我，这种处理的态度，民众看是什么感觉啊？一个已经有问题，一个已经明显严重包庇下属的人了，就现在我居然不让他走，叫他继续处理，他还不给面子，继续摆烂。所以我才讲嘛，
民进党真的如庭飞委员讲的，好听一点叫做疏忽松懈了，难听点，我觉得执政太久了，连最基本的价值观、社会舆论都不管了啦，所以才会有这么荒唐的结果嘛。卓荣泰居然未留何佩珊的请辞，这东西怎么可能会发生在这么严重、已经造成人命死亡的当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真的不要去再慰留他，直接让他走吧。很明显的何佩珊不想留了啦，他敢现在直接请假不来，表他不想留了，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换一个人上来，重新的尽速的把这事情厘清清楚，还给受害者跟受害者家人一个公道，才是现在全民希望看到的东西。OK， 现在这整件事情，那你可以感觉出来，当连总统都道歉以后，接下来的报告那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后续这个报告出来，内容到底会还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真相？好，那大家都在看着，等着看这样的一些结果。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像因为现在已经11月到下旬了。对于金华城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在12月底或1月初，那真的要有什么结果的话，你会发现最近北检的脚步越来越快，包括尤其好像李文忠跟朱雅虎，因为他们的延押的时间要决定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这时候。可是有人在爬出所有相关对柯文哲有关的几个案子，小玉，媒体上有用一些字眼说，譬如说假政治现金是不是真行贿这些，因为在原来那个报告，还记得那个金华城土地扣押那里头，他们讲那210万，对，他那里面的用字是说是钱金，对，他的意思那个是钱金 ，OK， 那这个方式或手法在很多案子都看得到吗？这个是好朋友徐清煌啦，他的一个新的爆料啦。可是我在讲这个爆料之前，我先讲，就是说柯文哲看起来有几个手法哈，就包括金华城哈，他都是创一些名词，譬如说容积奖励啊，然后这个第一雨果市场，智慧城市还是什么？对，坚韧城，韧性城市，对，就给你一个荣奖，这都是自创的嘛哈。那第一雨果市场也是创了一个叫做减项发包，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柯文哲亲签这个交办的这个案子，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个案子都为什么都要去创设一些这个法治体外的东西啦哈。那今天这个新闻爆料是说，包括北市科啊，他发现说北市科原来政治现金也是有猫腻的，而且事实上如果你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是柯文哲那时候在选总统跟吴欣盈搭档的那个记者会上面，他当时大家有问到政治现金这件事情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有查到说，包括吴欣盈的妈妈就是有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捐政治现金给144万这件事情，那时候柯文哲就脱口而出讲一句话哈，他说：“那你看到他就说这个有人捐这个有人捐是正常的事情。”他说：“那你有看到星光啊有20万名的员工都不能捐吗？”他突然讲这件事那怎么这么巧？他讲这件事往回推啊，才赫然发现说，原来北市科在2020年11月4号到24号，2020年11月4号到24号了哈，徐金煌去翻阅，发现说有4笔70万的政治现金捐到台湾民众党。捐到台湾民众党，这个你看跟金华城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朱雅虎也是找了童中白等7个人，各捐30万、210万现金嘛。那金华这边发现说，在2020年11月4号到24号，有4笔70万的政治现金也捐到了民众党。好，那在隔没多久收到政治现金之后呢，那新寿呢就开始建议呢柯市府把那块地呢要开始1拆3，好，然后隔一天秘书长就同意要把它1拆3了，好，这跟当时的那个顾问公司去建议说，你不要拆，你就是先把一栋先盖好，然后你盖好像101的模式再来招商，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好，那再来隔年2021年的时候，柯文哲就开始拜会新寿，然后权力已经开始往下修，然后大家就知道开始火箭式的发展，包括就是说拍板啦、免投资计划书啦，哈，然后再来就是说，等到这件事情全部完成之后，5月份又收到了另外一笔政治现金。那好了，那事实上就开始说柯文哲的手法看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说你先有一些政治现金，透过政治现金的手法，透过企业界找人头捐给你，他是不是会觉得说，因为我刚刚讲的北市科是2020年这个11月开始收这个政治现金，可是金华城政治现金是2020年的3月便当会之后，那是不是他认为说，在这个金华城北市科这边，好像没人发现我那个收了政治现金是可以这么顺的之后，我北市科又开始采取同样的模式，只是
是一个是透过微晶集团的员工，好用人头，然后一个是透过星光的集团的员工当人头，然后开始捐政治现金进来之后，我就开始让你的这个计划就开始超展开，然后又开始拍板啊，又开始亲签啊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了，当然柯文哲难怪他自己会在这个如果按照周刊的爆料啦，所以他开始 murmur 讲说下面还有台智光啊，还有北四科啊，他认为都会出包，是不是？他认为说哇已经被人家破解这样子的手法，我觉得可以再继续看啊。喂，北姐有没有帮你解答你多年来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在喊的那个案子？2亿美金。因为你每一次讲到这个，你就要讲说到底这个案子上，北姐告诉你了。查无不法事证，这个案子我讲了快1年了吧？对啊，查无不法事证，终于有答案了。去年11月27日，对，终于有答案了。来，先讲对于这个2亿美金的事情啊，柯文哲那个时候怎么说？他说在谈的过程当中啊，什么余姓商人、季将军、魏先生都有，但是让他们留在历史上就好了，不多说。然后时任当时这个民进党发言人的志涵。他说有这个人，不是郭台铭，是一位曾在国民党担任过中央跟地方蛮高层级的官员，还接受阿拉斯加众议员的助理，真人有名有姓。然后当时另外一位这个柯文哲经办的发言人于文，他说国民党否认的态度啊，都是两面手法，他们确实都有留下所有的通联记录，有名有姓有名片，也知道明确的来源。就现在呢，北检千检查无此人啊！我只能对于民众党之前的态度给他6个字：莫名其妙，有病！真的是国民党会花60亿请柯文哲当副手，这个。对不起，有点失态，我有点失态，因为你的情绪可以理解，因为你已经追这个事情追了快1年了。他每一次来，博弈每一次来讲到这个，就是说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到底办到什么程度了？有些告诉你了，对，查无此人，难怪没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补充一下啊，柯文哲跟陈志涵都是当证人到北检有约谈过这件事，是啊，他们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啊，我齁然了，这个是假的事情。第二种选择是有这些人啊，他就变成是，如果北检有这些人，他去查的时候，如果是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就叫伪证。所以他选择，我觉得啦，柯文哲跟陈志涵在法庭里面直接讲说啊，我说而已，那个是假的，所以否则他要伪证罪啊，所以柯文哲根本这件事情就是北检已经证实，伊都是伪后烂嘛，估计2亿美金的是后烂的嘛，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在媒体上面乱讲，我还记得好像也在这里讲过，讲过相关的事证，还有什么 AIT 作证说什么联络 AIT 来那个。所以啊，柯文哲叫做说谎成性，在这件事情就是直接法律认证了。所以这整件事情为什么会烧？当时其实烧的蛮大，因为2亿美金，开玩笑，60亿台币。对，而且这牵扯到第一个牵扯到蓝白合的问题，甚或牵扯到有没有手银押的问题。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杨明这件事情这样结束，不过还没结束，你其实还没骂完。2亿美金事情爆发完之后，谁得到了好处？第一个，民众党嘛，刷一波声量嘛，说看柯文哲多么好，国民党还来拜托柯文哲，还有60亿，对，还给他60亿，他还不屑，对不对？不要。然后呢，第二个得到好处是谁？柯文哲，因为他还拿到530块钱的证人费啊，还有贴补家用，对。结果国民党吃了一肚子闷亏，也不晓得怎么办，终于到现在水落石出了。所以对比柯文哲当时讲的这么好听，这么清清白白，结果他现在金华城、木可、石勒、众望基金会政治献金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讽刺。对，我想这个2亿美金，我们就让它进入历史，翻过这一页，终于结束了，不用再讨论了。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选举期间确实有一些这种言论它是有目的的，但是呢，其实是经不起考验，对，各阵营都会有，只是大家都会有画虎烂的时候，他这个玩太大，只是这个玩太大，你知道吗？当然，也许柯文哲也没有下一次了，所以我想就让他进入历史。OK， 对啊，好，你说这样金华城案子，包括这中间在竞选过程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金华城的侦办的一个脚步，如果越来越快，大概很快，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起诉的话，那起诉的里头包括是会用图利吗，还是会用受贿？里面检方能够拿出说服得了所有的人相关的一些的事证吗？好，那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对全球来讲，伟阳是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近了？是，乌克兰用了美国的长城飞弹打，对，英国也提供了暴风影的飞弹给。这弄下去，就真的俄罗斯显然已经跟你讲了，你再这样搞，我肯定就跟你打第3次大战了。好，这个放话当然大家都可以放，但是重点是实质做出来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一看就又肥又大，英国的暴风影啊，这个战机把它扔出去之后，空对地重型哦。啊，它是直接可以传递，它可以搭载很多弹头，反正它一打就是300公里了，这个保证。就是应该是不至于飞到俄罗斯境内再发出，但是就是从乌克兰边界就打往外推，对啊，就是俄罗斯的一大片呐，哈，都是在它的攻击范围。啊，它是直接可以传递，它可以搭载很多弹头，反正它一打就是300公里了，这个保证。就是应该是不至于飞到俄罗斯境内再发出，但是就是从乌克兰边界就打往外推，对啊，就是俄罗斯的一大片呐，哈，都是在它的攻击范围。据称呢，它目前已经发射第1波了，打了12发，攻击一个特定的点。因为那个点哈，大家想说原来只是一个度假村，什么怀疑是被俄军当作前线基地，可能是跟北韩共用的基地，所以打它是有象征意义的。我知道那有北韩人，我就猫下去。如果刚好猫到一些北韩的指挥啊、重要的将领，就是具体战功。好。俄罗斯呢？俄罗斯没有白打，在我们录影的同时，已经有新闻出来了，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了 ICBM 洲际弹道飞弹。哦，当然它不是载荷弹头，载荷弹头我们也不用录了哈。但是它这样会用 ICBM 弹道你用洲际弹道飞弹打乌克兰干嘛？要么就是没飞弹的。所以用 ICBM， 所以用到洲际弹道飞弹，用洲际弹道飞弹载传统弹头去打，意义不大，但有可能是快要坏掉、快要过期的洲际弹道飞弹，把它拿出来射，然后做一个象征意义，意思是我今天打第1波，那是空的空包弹，下一次就是真的了，你不要太过分。因为他总是要被海扁一顿，要有点表态啊，不然如果人家射了一堆到你本土，你不射回去的话，加上美国人都呛了，请那个大使馆要开始停止运作啊，因为可能会被空袭啊，都以美国人都讲嘛，俄罗斯不做也不行了啊。好，那后续会不会升级呢？其实它不只是飞弹互射，像是拜登政府解除禁令，就批准乌克兰使用杀伤性地雷，这就要稍微说明一下，其实川普原来是批准的。但是到了拜登时期啊，特别是开战打了一阵子之后，拜登就说不准使用杀伤性的地雷啊，就不希望这个这种，其实因为大家有地雷禁止使用条款嘛哈，就是不希望这种对人杀伤雷过度运用。但是随着俄罗斯军队的推进的攻势实在太凌厉了，俄罗斯是不管这个，他们的阵地是有杀伤性地雷，你乌克兰没有就是不公平嘛哈，所以他们现在允许乌克兰去布放，那大家都在加码，拜登在加码。那川普呢？川普现在的确像我们之前讲，他开始抛出一个意向，就是分别来跟我谈和平协议。大家都把自己的底线开出来。普丁的意思是说，我不可能接受完全撤出乌克兰啦，你必须要留给我一些。然后除了留给我一些之外那他们开出来的条件包括乌克兰不能禁止使用俄语，你还是要让俄语区继续讲俄语。那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的军队要限制最大规模。那当然一口气开很多，去给这个川普去杀价嘛，哈，这个是谈判都杀价。当然，这个是俄罗斯和川普之间谈判。接下来，这个泽伦斯基和川普会怎么谈？那又是另外的状况。泽伦斯基愿意在什么地方推让，愿意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坚持哈。其实川普，我想他应该心中也会有拿捏一个底线的，因为川普就是呛嘛。上任第2天就要解决这个事情，这个他上任那一天24小时要解决超级多，要把非法移民赶走，要让乌俄战争停战，还要对中国关税加到60%就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乌俄战争应该的确是会被川普摆在最前面的，所以后续这个川普版本的和平方案，应该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就会陆续的浮出一个大概的轮廓。OK， 姚明，其实川普如果上任24小时很忙，他可能要先解决的是内阁之间的一个马斯克
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你真的不知道哦。看他们两个现在 margy 的，有很多人讲说，那未来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些的问题，包括他任命的几个人，有很多包括国防部长啊，或者什么这些，那包括过程当中讲是不是有一些骚扰的问题，类似这些，对，这些现在都不管吗？川普跟克辛就我不管这些。他现在还任命了更多怪人，也不要说怪咖了，应该说很多很知名，但是呢有争议的人，对，比如说教育部。哇，你很难想象，居然派一个这个摔跤联盟的创始人这个琳达麦马洪他去做这个，所以以后每个学校都会有摔跤。其实他因为他是创始人他70几岁了川普在介绍他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他在康乃狄克州有当过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大学董事，还特别强调他的教育经历，是因为他过去是这个摔跤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那种印象太深刻了你看这张照片就是他曾经在摔跤比赛里面上去这个拿着麦克风演讲的时候的这个画面那当然除了他教育，当然他因为川普某种程度是证明了他不重视教育部美国是这样的，他们的主要教育真的是州是有州，所以他们那个中央联邦的这个教育部的意义，在川普来讲，我不要回归到各州去处理就好了所以呢，他的任务可能叫做废除教育部这个就看他怎么做。再来还有一位是这个医师他是这个一位争议叫奥兹他呢就是在 COVID-19 大家回到 COVID-19 那个时候的回忆，他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度叫大家吃奎宁，治疟疾的奎宁可以治这个 COVID 就是他到处讲，所以像人家说这个人怪怪的怪医你现在要做什么呢？要做联邦医疗中心掌管一个叫做这个联邦医疗保险跟联邦的这个医疗的补助的计划。那一个叫红蓝卡，一个叫白卡。那总之呢，他们这个单位一年在美国服务超过1亿4千万的美国人，然后呢，支出的医疗费用包括是2兆多的美元。哇，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单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机关了，因为是医疗的这个机关。以后所有的事都可以用奎宁解决。那但是他因为他是名人，他是常常上电视的这个所以叫类似名嘴类的医师啦。这也符合川普的个性，对，符合他的个性，没错，他也是他的这个好麻吉啦这个单位一年在美国服务超过1亿4千万的美国人，然后呢，支出的医疗费用包括是2兆多的美元。哇，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单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机关了，因为是医疗的这个机关。以后所有的事都可以用奎宁解决。那但是他因为他是名人，他是常常上电视的这个所以叫类似名嘴类的医师啦。这也符合川普的个性，对，符合他的个性，没错，他也是他的这个好麻吉啦再来还有一位这个本来马斯克是希望这位这个富豪亿万富翁叫卢特尼克，他希望他做什么呢？本来马斯克希望让他去做财政部长有钱嘛，你这个是有商业，是华尔街这个经历的结果呢，他最后是做商务部长处理未来的关税的政策那未来这个川普到处讲要关税要提高所以呢，这位未来我相信各国的这个经济主导的这些官员恐怕都要赶快急着去认识他因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等等的未来各国都会抓雷弹。那至于马斯克本人呢最近昨天在这个美国的参议院有一个听证会，就讲美国各科技公司跟中国这个互动其中一位参议员叫做这个布鲁门塔他呢就他这个开炮了，他说呢，那个马斯克，你的生意跟中国有往来，你的这个 SpaceX 都跟中国有相关的互动，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国安？说他是有国安风险人物，所以我们等，但是因为他未来是在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嘛，所以我们未来就看川普他上任之后，他的这些所谓的，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把它视为复仇者联盟每个人都还蛮有个性的。就川普他复仇，然后呢带了一群这个各式各样的人进到美国政府，会把美国如何的再次伟大。昨天川普去看，结果后来那个筷子没有发挥作用要去夹，因为直接掉到海里去了嘛。就是那个回收器。
因为川普就是要去看那个筷子怎么夹，他特别讲说他们有多厉害，这个筷子可以夹，就是那个火箭那个火箭那个助推器下来以后，那确实蛮神奇的，既然能够夹得到，但川普去看就没有这一幕啦。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就几率问题，所以马斯克要继续努力。OK。可是好，对我们来说，唯一一段了，你看到川普，大家会关心的就是那未来呢，对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防卫能力，包括我们的军需，包括我们的各方面，那但最起码一件事情。一闪是雷神那52亿，还我们了，还我们了。而当初买了什么？是在2011年跟2013年之间，他买了爱国者飞弹，还有2017年的所谓的雷达系统。其实也不要怪说是我们被骗什么的，因为2任的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跟蔡英文总统，讲白一点就是美国的国防部报我们多少，我们就得缴多少嘛。现在要跟我们10%，我们现在要跟他画paraken一下嘛，3%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国防预算该缴的保护费还是要缴，但是不能多缴，省1毛就是多我们1分的国防实力。而这个东西除了所谓的雷神公司这件事情呢，另外就是美国其实还是以实力在维系和平，尤其刚才讲的以色列跟乌克兰的战争，未来在所谓的川普时代会不会把重心又重新回到了东亚地区？这个大家可以观察，我个人判断是回到东亚地区来了。所以雷根号换防，这个换防成华盛顿的这个乔治华盛顿舰这个是一个尼米兹级的核动力潜航母，它换防到了这个所谓的横须贺港，就是日本的港口。而日本的首相石破茂最近也提出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其实也不是他提出来的，亚洲版北约之前就已经提出很多次了。最早提出的时候，反而是川普时代的这个国务卿庞佩奥在4方会谈的里面就提出说，我们所谓的日本澳洲、印度跟美国这个4方会谈要不要扩大，而扩大形成结合所谓印度菲律宾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东南亚国家、南海的国家跟台湾之后，可以变成是亚洲版的北约嘛？这个部分反而是川普时代的时候提出来的，而未来川普会不会持续的来推动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美国缅印太司令就警告，支援乌克兰、以色列所消耗的军备品已经影响到台海安全，这个蛮亲强派的，那马上表态说我们赞成减少对乌克兰跟以色列的军援，而把重心移到台湾来。这个也是未来川普所谓美国再次伟大，他最主要敌人还是中国，所以会把军事力量全部重新移防到所谓的东亚，来让他可以有底气来跟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很重要原因。OK， 来博弈最后30秒，劳动部这整件事情有什么呼吁吗？我觉得呼吁就是尽快换人，然后尽快找一个真的是比较公正而且没有包袱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我在想，恐怕这次的霸凌案不是单一个案，也许还有更多的公务员的受害。尽快的把事情解决，让他们能够安心的上班，我觉得是最基本该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坦然面对，然后把事实真相还给台湾人民，也是对这个家属一个交代。我觉得不要再有任何的遮掩，尤其我想这位公务员他用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希望去把这件事情去做这么重要的一个凸显，我觉得应该还给他一个交代跟公道。OK， 这件事情显然在台湾社会掀起非常大一些的波涛。那当现在看到劳动部要再起调查以后，那未来的调查结果到底会怎么样？能够真的告诉社会大众真相是什么？能够真的保障未来所有工作人员权益吗？更重要的是，能够真的让死者安息，能够给家属一个公道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